怎么了？下学啊？不能枪，妈妈真会死。手伸直，左手包住右手，瞄准，射击。教你用枪，不是为了让你杀人，是为了让你知道。进步了啊！那是叔叔教的好。但是我跟你说一下，你这个卧姿啊，手还得再往上一点。住进四公馆的这10年，叔叔对我的关照无微不至，而我对他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间打进去。叔叔，你在吗？糟了，今年是先生毒发的日子，这几天的情况极不稳定。嘿，叔叔，是我，你怎么了？叔叔是你。如果能为你做点什么，我愿意。Hidden clue, shadows, twisted fate wanna uncover. A broken mirror cracked in two, reflections high was true. We burn a sea, eternal maze, searching for light in this place. Just set me free. You're guiding me through this days. 叔叔向来不近女色，更厌恶女人的接触和靠近。如果他知道是我，一定会讨厌我的吧。叔叔，就让我一个人保守这个秘密吧。对。昨天晚上的事情，不准说出去一个字。盛小姐放心，司先生每次发病后醒来，都不会记得昨晚发生的事。他越来越像司先生，太可怕了。把昨天晚上那个女人给我找出来。这么多年了，司先生还是不允许任何女人靠近。先生，别处内所有监控都查过了，除了生生小姐，她的房间外跟您一样，都没有安装监控。生生。谁？生生，是我。
进来吧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要不要给你叫医生？没事，不用。就是昨晚没太睡好。刚才外面好吵啊，叔叔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昨天晚上有个女人闯进我的房间，我们在找她。什么人胆子这么大？叔叔，你没什么事儿吧？我竟然怀疑昨晚的女人是生生。小孩虽然性子野、心眼多，但一直把我当成长辈，做不出那样的事。那你要是找到那个女人了，会把她留在身边吗？留在身边。我要找到她，我把她解决掉。假如那个人是我呢？吓唬我！睡觉。我都已经成年了，还总把我当成小孩。在叔叔眼里，无论生多大，永远都是小孩。睡吧。先生，钟姨，准备一碗红枣姜汤，再准备个暖水袋。这2天的饮食多准备一些温润滋补的。我都忘了这2天是小姐的生理期，还是司先生细心。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生生怎么今天看起来有些反常？是我想多了吗？我要找到他，我把他解决掉。叔叔他一直把我当成家人，要是知道是我，一定会不要我的吧？不是不让你这个点给我打电话吗？可是老大，情况紧急，我们查到江明华正在悄悄变卖家产。下一步你有什么指示？通知所有人继续监视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擅自离开。收到。10年了，是时候向江家清算了。江明华，你简直禽兽不如！我爸刚死，你怎么能堂而皇之的带他们进叶家？如今叶氏在我手中，看在生生的面上，你可以继续留在这儿伺候我们。舒然妹妹，我和华哥在你们结婚之前就已经在一起了，这么多年，我们母女终于苦尽甘来了。我一直视你为亲姐妹，你们会遭报复的。妈妈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妈妈？小丫头倒是挺机灵的，不过可惜了，现在我才是江家的女主人，你再也不是原来的小公主了。妈妈，我想要那个项链。想要就扯下来，叶家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。爸爸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妈妈，你放心，一定让那对贱人血债血偿。上车吧。你今天不是去医院实习吗？我送你。不用了，叔叔，我可以自己过去的。要么我送你，要么你在家休息，你选一个。生小姐，先生只有在生生小姐身边才能安心的睡一会儿。
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做了个梦。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？你妈妈一直希望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我一定可以的。叔叔，那我先进去了。去吧。周天，那天闯进我房间的女人，她的锁骨上有个梅花刺青，你留意一下。是。生生说，刚才开豪车送你来的那个超级大帅哥是谁？是不是谈恋爱了？什么啊？那是我家长啊？那他是单身吗？喜欢什么类型啊？反正不会是我这种类型的。妈妈，我想要那个项链。这医院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实习，真是碍眼。靠关系进医院实习的学渣，还是低调点吧，要不让人家知道自己脑袋空空，岂不是更碍眼啊？就是，我要是你呢，就抓紧时间多看看临床案例，省得到时候出洋相呢。你们一大早吵什么吵？主任好。这次实习名额只有一个，公平竞争。考核时间为1周，既然你们是一个学校的，我就不用介绍了。现在跟我去查房。切，什么公平竞争？谁不知道她江梦飞是江氏药业董事长江明华的女儿？我们这次的实习机会恐怕是2门。我看未必。病人颈动脉撕裂，再不及时救治就来不及了。叶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谁允许你给病人配药注射了？哎，老子好好的啊，你给我乱打什么乱七八糟东西？你要是不打这针的话，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的。你就一个实习生，你咒谁呢你？可是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这什么实？你们就是这么实习的？是叶先生，他给病人瞎配药。主动脉撕裂，一旦救治不及时，就会有生命危险，赶紧送抢救室。可是现在一切都晚。老大，我已经在江梦飞的手机里植入了监听系统，有新线索我再跟你汇报。好，之前调查江明华和沈时云都没有取得关键证据，希望这次能有突破。叶先生，留院的机会非我莫属，最好自动退出。你要是能留院，这儿恐怕得改建成殡仪馆。你最好现在放手，不然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。我爸可是江明华。试试看，看看谁先死。这里可是医院，你要干什么？滚！以后别来惹我。我杀了你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在原地那边的给我줘 붉은 바다 위를 누리는 다양한 상상할 수 없던 내 안의 그림자 I wanna
都是他害的，我现在快死了，都是他害的。明明是你自己拒绝治疗，你还反过来怪生生，你这人有没有良心啊？司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孩子在你们医院被诬陷，还受了伤，你说我怎么来了？他不是司氏财团的董事长司伯涵吗？想不到一个普通实习医生的家长，竟然是权势滔天的司先生。妈妈做梦都想让我嫁给司伯涵，但他为什么会叶生生这么亲密？你原本也不会死的，可一而再的被有心之人利用，现在就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。你要救我，你说过我拿刀砍他，你就能治我的病，你说过。不是我，跟我没关系啊！堂一个医学院的高材生，竟然做出这种下作事！你的实习期结束了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的职业资格证申请也被驳回了。我们回家。还有，你放你爸爸。江明华，我不会让你死得太轻松。不要杀妈妈，不要杀我，生生害怕。别怕，叔叔在。你不要离开我。我会离开你。Freedom in our life has become a term. Prison, you are stuck in the dark. I can't find you. Goodbye. 快过来给他看看吧。不要过来！不要碰我！生生小姐，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。那现在先好好休息吧。那先回吧。好。叔叔，你不要走。生生疼我。我不走。He deals the cards as a meditation, and those he plays never suspect. He doesn't play for the money he wins. He doesn't play for respect. That's not the shape. 先生，我查到梅花刺青是一个神秘组织的标记，那个女人应该也是其中一员。还有其他线索吗？他们行踪不定，暂时还没查到其他的。不过奇怪的是，这个神秘组织也在调查江明华。江明华？对，他和沈时运近期突然回国，暂时还没找到原因。一定有他不得不回国的理由，有可能跟当年那件案件有关系。你派人盯紧他们。是。叔叔。您请好。是。没事，不用。叔叔昨晚没太睡好。叔叔。
好点没？哎，你什么时候纹的身啊？好像是个梅花。什么梅花？没有啊。叔叔，你要看吗？生生，你长大了，不能随便给别人看。叔叔，要是以后你有老婆了，还会对我这么好吗？傻丫头，你这不没发烧吗？怎么说上胡话了？你是我养大的，我不对你好，谁对你好？司伯涵，你怎么能一再怀疑那晚的女人是生生呢？喂，老大，监听江梦飞果然有收获。江明华最近频繁地约见一个叫罗阳的人，并且向罗阳的账户大额汇款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地址发给我。这照片你怎么还留着？这不是为了再次见到，所以才留的。妈妈，我一定会找到江明华雇凶杀人的证据，让他付出代价。这位先生，我们不认识，还麻烦你让一让。在我女儿手机上安装监听的人是你吧？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原来我的安排江明华都知道了，他是故意引诱我来的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他怎么长得这么像？应该不能。嘴硬是吧？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张嘴。我要让你明白招惹我江明华的下场。江先生好兴致。江先生好兴致。江先生，大晚上的敢为难我们人。司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这里边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误会。周天，先生，给他留口气就行。啊，是先生。别啊！回去再跟我算账。我知道你是想报仇，但如果被江明华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你有危险了怎么办？你太任性了。对不起啊，叔叔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就是太着急了嘛。我只是不想你有任何危险。答应我，以后别再做傻事了，好吗？叔叔，别生我的气嘛，好不好？你刀从哪儿来的？刀？
什么刀？你看错了吧？我要是真有刀，我扎江明华700-800个窟窿都不够解气的。完了，这下该怎么跟叔叔解释？生生，我有点困了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。是。我不能，更不该这样。先生，今天在会所跟江明华一起的人叫罗阳，10年前因故意杀人罪入狱，最近刚出狱。从时间线上来看，应该不是当年江明华雇佣的杀手。接着查，不要让这条线断了。是。疼你轻点，忍着点儿。哎，你是说司线上的人调查你？对，他还派人给菲菲身上装了窃听器，我这才准备了这手。谁知道他竟然是司先生人。司先生和我们无冤无仇，或许调查你的另有其人。你是说，舒然当年教出来的学生众多，他死得蹊跷，有人想翻旧账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我都干了些什么呀？不用等叔叔发现那晚的真相，我就可以被打包送走了。姐，生生小姐，是我。生生小姐，先生特意嘱咐我温杯牛奶，让小姐暖暖胃。钟爷，帮我谢谢叔叔。先生还说，刚刚的事就当没发生过。如今生生小姐已经长大了，做任何事情之前，都必须先考虑未来。叔叔他这是在怪我吗？先生，您让我传达给小姐的话，我已经带到了。辛苦了，钟爷，你去休息吧。还有事啊？先生，我看得出生生小姐对您十分依赖，或许她对您已经产生超出对长辈的感情。他还太小，没怎么接触过其他男人，不懂什么叫做爱，不懂什么是喜欢。等他再大一些，他就会明白，这种感情不是爱。可是先生，生生小姐身上背负着血海深仇，她比任何人都早熟，或许我是他叔叔。先生对生生小姐的爱实在太小心了，方方面面都为生生小姐考虑，却不曾考虑自己。生生小姐，钟爷，叔叔这么早就去上班了？先生出差了，今天一早的飞机。
生生学会下厨了？这还是我第一次下厨呢，叔叔你快尝尝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。没想到我还挺有厨艺天赋的，那我以后可要多试试新菜谱。叔叔，看你吃这么香，我都有点馋。怎么这么咸？其实叔叔不好吃，你可以不吃的。谁说不好吃的？我就喜欢吃咸的。叔叔，你是因为我亲了你，所以才刻意避着我吗？江梦飞一走啊，我就感觉全身舒畅。他那张嘴啊，一天天除了对人啥也不干，对吧？生生，生生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感觉最近闷闷不乐的？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就是最近有点失眠，没什么事儿。哎，对了，上次司先生来医院说是你的家长，你们俩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叔叔。生生，你居然有个这么厉害的叔叔！要是江梦飞知道，那不得气死呀！他父亲的江氏药业跟司氏比起来都不够看的。不过我最开始还以为司先生是你男朋友呢。我也想他是我男朋友，可叔叔好像不想，甚至还躲着我。叶老师，我来看您了。当年是我来晚了，如果我能早一点察觉到您的处境，及时带走你们的话，这些年我一直带着生生，从未有过逾越的想法。可现在，我竟然对您的女儿动心了。老师，已经1周都没见到叔叔了，好想他呀。生生小姐，生生小姐早上好。先生听说小姐进食少后，特意请了营养师来。我就是这2天没什么胃口，不用这么大费周章的。司先生已经拟写了一份生生小姐平时喜欢的饮食清单，后续我会根据清单定制3餐。他刻意避开我怎么能继续心安理得的接受叔叔对我的好呢？我已经长大了，不用叔叔这么为我操心的。况且我终究还是要学会自己生活。是不需要叔叔，还是想离开叔叔啊？先生，这些都不为胃口。我没有想离开叔叔，但我确实没有理由一直留在你身边啊。只要你愿意，一辈子都可以留在我身边。可我怕未来的婶婶会介意我的存在，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。那我就一辈子不娶妻生子，养你一辈子。先生还说，刚刚的事就当没发生过。如今生生小姐已经长大了，做任何事情之前，都必须先考虑未来。叶生生，你不可以这么自私，你的存在只会耽误叔叔找到他真正爱的人。
可我终究也是要嫁人的。我们先去医院了。是啊，生生终究是要嫁人的，我该就此放手吗？叶生生，你到底和司先生什么关系？我现在不仅实习机会丢了，学校还把我开除了。这不是你应得的吗？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就别想走。让开！我偏不让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敢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哎，我听说江氏药业10年前改名换姓，如今名誉加身的江董事长是个杀妻弃子刽子手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，你还不配知道。杀妻弃子，他真是这么说的？爸，他的名字里也有生生，而且还姓叶，他不会就是……闭嘴！被人说一句就吓成这个样。我早就提醒过你，烦躁易怒，迟早是会坏事。不过是被父母遗弃在福利院的野种，我调查过了，信息和背景都对得上。原本还担心他跟司先生的关系，现在看来是多虑了。就算有关系，也只不过是个暖床工具，上不了台面，不必担心。原来只是个暖床工具，叶生生，我都要看你的一到几时。菲菲，你的目标是当上上司夫人，有了私家的庇佑，我们江家在深圳的根基就稳了。妈，您说的轻巧，我们家和司家差那么多，怎么打上关系呢？叶老头死的时候留下了很多古董，我们办一场拍卖会，把这些古董全都卖，或许就有机会敲开司家的大门。喂，老大，江明华要举行古董拍卖会，但刚得到消息，拍品都是叶老生前收集的藏品。江明华这个混蛋！小林，帮我弄张邀请函。是，老大。叶小姐，里面请。申城有哪家豪门姓叶呢？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呢？姓叶的豪门没有，小公主啊倒是有一个。如果是她今天来了，这场拍卖会啊，我们恐怕什么都拍不到了。等着瞧吧。贵宾们晚上好，欢迎来到江氏专场拍卖晚宴。首先有请江董事长致辞。今晚的所有拍品，均来自于鄙人岳父叶老的私藏。10年前，我的岳父因病去世，我的妻女也在意外中身亡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倍感煎熬。这些藏品与我毫无意义，与其睹物思人，倒不如让这些藏品回归那些真心喜爱他们的收藏家手中，也算是告慰岳父和家女的在天之灵。江董事对已经过世的岳父和妻女如此记挂，实属是重情重义之人呐。江董此举实在是叫人感动啊！江明华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，将你的丑陋嘴脸公之于众。今天的第一件拍品，原青花山水云间纹窄口瓶，起拍价1000万。是为公作业的青花瓷。 1100万。
1500万，3000万，5000万。怎么又是他？怎么又是他？5000万一次，5000万2次，还有要加价的吗？恭喜叶小姐！这款元青花虽然珍贵，但它最多也就值3000万。这位叶小姐如此阔气，难道真的被申总猜中了，是私家的小公主？哈哈哈哈！如此做派啊，我看8九不离10就是她了。什么小公主，不过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地下情人。先生，小姐白天出去已经很久了。去哪儿了？江明花的拍卖会专场，小姐已经出席了。2000万，4500万，6100万，7800万。恭喜叶小姐再次拍下这件藏品。接连高价拿下5件拍品。这位叶小姐真是胆识过人啊！哼，一个小丫头片子跑到拍卖会上来哄抬物价，这不是闹着玩吗？哈哈哈哈！谁不知道谭大师觊觎叶老的藏品？谁知道让这个小姑娘捷足先登了，心中难免生气。哈哈哈哈！急什么？这些藏品只不过是开胃小菜，真正的好戏在后边呢。接下来这件藏品从未公之于众，它是崇明大师亲手所绘，也是崇明大师的封笔之作，起拍价5000万。妈妈啊，居然是叶苏然啊！当年的她名门显赫，貌美倾城啊。只可惜英年早逝了，实属一大遗憾。谭大师不也追过叶舒然吗？想必他今晚为这张画而来。虽然生前他拒绝我了，但是只要是我把这幅画像拿回家，他就再也无法拒绝我了。妈妈的画像我一定要拿回来。江明华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把柄。5500万，6000万，怎么又是你？你就不配得到这幅画像。1个亿，1亿5000万，2个亿，2亿5000万，3个亿，3亿5000万，4个亿，4亿5000万，5个亿，5亿5000万，9个亿。叶小姐，这回你还敢继续跟吗？他为什么如此在意叶舒然的画？难道他真的是……怎么办啊？我手上的钱已经不够了。9个亿一次。妈，生生好没用啊，连你的画像都拿不回来。9个亿2次。10亿。叔叔，是司先生，他怎么来了？点天灯，司先生点天灯了。还有人加价吗？沈老，点天灯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点天灯啊，就是不论拍卖的物品叫价多少，点天灯的人啊，将其全部买下。遇到司先生了，谁还敢跟价？谭大师今晚是踢到了铁板上了。谭某人不敢跟司先生夺爱。10亿，恭喜司先生赢得这件藏品。
妈妈，我好想你。叔叔带你回家。先生、小姐，你留下来继续参会，所有的藏品全拍，意见没有？是，先生。司先生，司先生，如果司先生对这些古董有意的话，我愿意全部奉上。辛苦周特助转达。你以为今晚拍卖会的收益会全部到你的账户吗？什么意思？叶老生前把他所有的藏品都已经捐献给慈善机构了，江先生不会不知道吧？快打120，这里有人要气晕了。这什么重情重义？我看全是演的。嗨，也算是没白来，总算见识了。哼。脚踝都磨破了。我竟然自己都没察觉到。叔叔，我可以自己走的。下次出门不许这么穿了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只希望我留在你身边，久一点，再久一点。妈妈，今天多亏了叔叔，我才能拿回你的画像。这些年啊，他把我照顾得很好，我好像有点喜欢上他了。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，也担心我的喜欢会让叔叔觉得我特别奇怪。但我真的好喜欢他呀！刚刚的话不会被叔叔听到了吧？疼吗？有点。这几天别穿高跟鞋了。我让钟姨把家里落脚的地方都铺上雪绒毯。对不起啊，又让叔叔担心了。知道我会担心，还私自去拍卖场，你就不怕江明华怀疑你的身份？我的身份和背景不早就被叔叔处理干净了，就算他怀疑，也怀疑不到我头上啊。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再单独和江明华见面了。之前的事情还在调查中。我会帮你解决的，你只需要在我的保护下平平安安的生活。叔叔，你这不仅是在把我当成小孩子，更是当成笼子里的金丝雀来养了。我不想这样的。你说什么？10年前的事情，放不下也忘不掉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做不到无动于衷。江明华心思深沉，这么多年来一直谨慎小心，所以我们才找不到他半点证据。你觉得你斗得过他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你就是不相信。你不要跟我耍小孩子脾气，我不是在和你商量。先生，钟姨，从现在开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允许生生走出房间半步，一日3餐给他送上来就行。是，先生。我不能让你有任何危险，我会用我的方式保护你。明明我已经长大了，叔叔还把我当成小孩，学起关禁闭那一套。有的。
这长度应该没问题。珊珊小姐，你快回房间吧，要是先生看见，我们就没活路了。是啊，太危险了，快回去吧。怎么了？我的姑奶奶呀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我的姑奶奶呀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救人呀！不用，钟爷，我自己可以下去的。快趴下！哎呀，小姐，你小心点，慢点。钟爷，你让他们走，我真的可以自己下去。我们不走，我们要以珊珊小姐的安全为重。这下好了，逃跑计划落空，还这么丢人，真的服了。小姐。叔叔，叶生生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跟他们玩游戏。回先生，我们在和小姐玩游戏呢。不顾小姐的安危玩游戏吗？不顾小姐的安危玩游戏吗？先生，我们知错了。叔叔，你不会生他们的气吧？生起气来的叔叔太可怕了，我还是先保住自己要紧。叔叔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偷跑了。翻墙偷跑还受了伤，你怎么那么能耐？现在？小伤而已，没事。昨天的伤还没好，今天又增加新伤。你呀，什么时候能长大呀？我已经长大了嘛，是你总还把我当小孩，把我看得太紧了。你在怪叔叔？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已经知道错了。不管怎么说，都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去开玩笑，明白吗？但我就是太想出去了嘛。你就那么想离开叔叔？没有，妈妈的仇我不能不报，我也不想凡事都只会靠着你啊。早点休息吧。生生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可以永远依靠我。可那样，我对你的感情只会越陷越深。我不想你只是我的叔叔。先生，之前被江明华频繁约见的罗阳，很可能是当年被雇佣的凶手。他的右手枪伤弹痕，跟当年凶手受伤的位置一样。不是说案发时他在服刑中吗？他当时申请取保候审，所以实际服刑时间是9年前。江明华的安保一直都是罗阳在负责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就设个私宴，来个瓮中捉鳖。是。那先生，生生小姐那边，这些年我一直没有把调查进展告诉生生，就是怕她冲动。你想，叶老当年都在江明华手上栽了跟头，
他还小，我不想他有危险。明白。我好不容易拿到这次私宴的邀请函，等会儿见到司先生，机灵点，嘴甜一点。知道了吧？嗯。珊珊小姐，你怎么穿着佣人的衣服？上次我不是跳窗害大家被罚吗？想帮忙做点事儿。哎呀，好了，钟姨，别管我了，要不然我太有负罪感。小姐，如果先生知道了，又要……哎呀，不会的。今天啊，私宴在前院，我在后院不会被叔叔发现的。可是，钟姨，就当我在锻炼了。你这孩子，那好吧。叶生生，难怪司先生这么护着你，为了勾引他，甘心在司家当佣人啊！这是私宅后院，不对外开放的，哪来的狗跟脸货？好话不说第二遍，滚！我和你拼了！你要死！你刚刚不是很凶吗？你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完了，动静闹大了，居然把周特助引来了。周特助，我只是一时迷了路，就被你私家的佣人打成了这样。今天这事儿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绝不罢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竟敢殴打司先生的客人！江小姐，这里是私宅后院，不允许外人进入。请问你是怎么进来的？现在是说这事儿的时候吗？我被你私家的佣人打了，你眼下看不见啊？这是私家的规矩，不请自来，被打就受着。要是不爽就滚，私家不欢迎你。你们好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居然这么不要脸，和司先生的助理搞在了一起。司先生知道这事儿吗？闭上你的臭嘴！他这种人，打几巴掌都不解气。我可是江氏制药的千金，你们两个竟敢这么对我！好，我要让司先生好好看看你们俩恶心的嘴脸。什么嘴脸啊？先生，司先生，我被您家的女佣和助理打了，您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我家先生有洁癖，江小姐还是离远点为好。司先生，我在您家被打了，您不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吗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先生，您之前送我的那套定制的佣人服脏了，今天私宴来不及洗，就先穿了这件。小姑娘，又在瞎编什么胡话呢？好，下次记得来找我多拿几件。他俩这是在玩 cosplay 吗？司先生，叶生生他行为浪荡，私生活混乱，在学校的时候就和学长关系亲密，还和您的特助搞在了一起，您当真还要护着他吗？志天，是。司先生，您别忘了我父亲和司家的合作，我江氏制药的千金，难道比不上一个下等的女佣吗？太吵了。是，走吧你。你太不懂事了，回去我再好好收拾你。明明是他先惹的事儿，我受欺负了，你来了问都不问一句，就说我不懂事儿。你少说两句吧，还嫌不够丢人的。
是江某教女无方，还望司先生见谅。江某福宝无缘参加今日的私宴了，我这就带小女先回家。叶生生，你给我等着！先生，我们已经在罗阳身上植入了防窃听的最新监听系统了。哦，可是我们明明可以直接拿下罗阳，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？让罗阳伏法不难，难的是如何让他指证江明华是主谋。他现在跟江明华绑定过深了，明牌对我们没有收益，而且他一直没有告诉江明华生生被救的事实。我担心江明华知道之后，生生可能会有危险。对了，让你查那个女人怎么样了？每次我们要追查到她的行踪时，她就突然消失了。那个女人的团队不亚于我们，能悄悄进入私家，又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她到底是谁？叔叔，这下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穿成这样了吗？就一时兴起。兴起？很奇怪吗？那个，刚才是意外。叔叔，你不用觉得太尴尬。但就算不是意外，我亲你一下也没什么吧？胡闹！我这些人就这么教你的？不让亲就不让亲吧，凶什么凶？生生，我是你叔叔，又不是亲的，而且你也只比我大10岁，这年纪我做你老婆都绰绰有余。네 옆에 있는 지금 이 시간이 멈추길 바라네叔叔并不抗拒我，是不是代表他也是喜欢我的？哎，算了，不想了，先好好工作吧。喂，琳琳，这都几点了？你这迟到的可算翘班了啊！生生，快来救我！哎呀！哎，生生，你来了呀！走，回家。哎，我让你们走了吗？滚开！敢在这个地方跟我们狼哥这么说话的人，你他妈还是头一个！狼哥，给这小丫头点颜色瞧瞧。哎，确定是他吗？狼哥，就是他。好，把这2个小娘们的衣服都给我撕了，让大家好好欣赏欣赏。叶生生，我看你能傲到什么时候？生生，来，我们跳舞。琳琳被下药了，必须让她清醒，才有可能突出重围。狼哥，你把衣服脱了，没听见吗？啊！狼哥，衣服我们可以脱，但我朋友现在情况不对，要是出了人命，你也不好交代。你们给他下了多少药？好像1整包。你是个蠢材嘛！一个娘们
又不是大老爷们，下一针包药会死人的。我不知道啊，狼哥，现在怎么办？你也不想在自家地盘上闹出人命，砸了自己的饭碗吧？他说的对，要是人真死在这儿，以后还怎么做生意？你有什么办法？好说，我现场研制解药，等我朋友恢复神智之后，我们好好陪您玩。狼哥，这娘们还挺上道啊！我听那人说，她好像专门给那些有钱人当情妇的。再不服解药就晚了。狼哥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你说你会研制解药，但是得请狼哥帮个小忙，让我随意用现场有的技。行，没问题。反正我们这么多人，也不怕你逃跑。请吧。狼哥，你不会真的相信这娘们能做到吧？酒怎么能当解药呢？信又如何？不信又如何？曾经我亲眼看到过一位用酒调制解药的身影，你会是他吗？生生，这是哪儿啊？他们是谁啊？说来话长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除了头晕晕的，其他也还好。他居然真的成功了，怎么做到的？这简直就是神医转世，就算说出去也没人会相信吧？果真是你！狼哥，你干嘛呢？还不快动手！江梦飞，果然是你。是我又怎么样？今晚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！慢着，慢着！叔叔，先生，所有直播内容都被黑掉。司先生，是他们吗？幸好刚才没动手，不然今天全都要交代了。司先生，都是他指使的，求求您网开一面，放我们一条生路吧！就是他！你们竟敢出卖我！小五在，你看着办。是。周特助，麻烦你帮我把陈琳送到医院，我已经和他家里人打过电话了。深深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安全给她送到的。谢谢啊。叔叔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你的视频直播都传遍全城了，我想不知道都难。可陈琳她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她出事我不能不管的。况且，她是因为我才被江梦飞盯上的。后续江家的事情你不用管了。之后，叔叔，有血海深仇的人是我，而且我已经长大了，我有能力自己对付江家的。下次注意。爸，谁允许你擅自行动的？我就是气不过，要不是司先生突然出现，我早就得手了。现在整个江市都受到了影响，损失了好几个亿。司先生怎么会这么看重叶生生？看司先生的态度，好像不是玩玩而已。那我岂不是彻底没机会了？你先回去，给我好好反省。哦。
生生，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，我上次可就惨了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被绑架。是我应该向你道歉才对。哎呀，好在江梦飞没有得逞，让个嚣张跋扈。生生，学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好久不见。我居然进了传说中的校草啊！生生，你快掐我一下，看我是不是在做梦？不是在做梦，是真的。那个学长，我们一直都很崇拜您，一直把您当成榜样呢。那叶学妹也是吗？当然，孟学长可是整个医学院的榜样呢。原来你们认识啊？那我就不用介绍了。孟医生前不久刚从精血医院转过来，你们以后啊就听孟医生的安排，跟着他好好学习。好的，主任。今天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重度患者？这不是普通的中毒，快送抢救室！好。怎么累成这样？生生，我是你叔叔，又不是亲的，而且你也只比我大10岁，这年纪我做你老婆都绰绰有余。妈妈，我好像有点喜欢上他了，担心我的喜欢会让叔叔觉得我特别奇怪，但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他呀。就算我对你心动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我终究大你10岁，你那么小，应该有更好的选择。原来叔叔也是喜欢我的。僵尸抗癌特效药被查验出不合格，凡是服用过此药的患者都感染了新型病毒，该种毒会影响人的中枢神经，引起基因变异。僵尸药业暂未给出官方回应。爸，外面围了好多记者，怎么办啊？消息会传播得这么快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。不行，我们得赶紧离开深城。慌什么？别忘了，之前的公司可不姓姜，我们就说这批药是叶老留下来的。各位记者们好，我是姜氏药业的总裁姜明华。请问姜先生，最近关于姜氏药业旗下一款抗癌药物引发的新型病毒，您承认吗？我承认，但这款药啊，是我岳父生前带人研制的。自从事情出来以后啊，我一直是在为他善后。卑鄙无耻，竟然拿外公当挡箭牌！叶老在世时名声极好，研发的特效药数不胜数。是啊，这明显是在甩锅。姜董事长把责任推给已故叶老，是不想给感染病毒的患者们一个交代了吗？我不是在推卸责任，只是在阐述事实。我们啊，会对每一个感染病毒的患者进行免费的治疗，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企业应该做。既然药是叶老在世时研发，那病毒为何是近期才出现爆发的？
各种缘由比较复杂啊。但这些年来啊，我一直在处理我岳父研制的黑心药。谁会相信一个杀鸡弃女、霸占叶家产业的凶手的话呢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江明华当年买凶杀人幸存下来的江生生啊，你江明华的亲女儿。你以为自己毁尸灭迹成功了吧？没想到我现在安然无恙的站在你面前，应该很惊讶吧？江明华为了得到叶家产业，竟狠心杀害了原配和亲生女儿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大家抓紧拍！各位稍安勿躁，当年的事情不能全凭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在这里造谣。谁说他是来历不明的人？谁说他是来历不明的人？叔叔，原来这些年你一直在收集证据。没有完全把握，告诉你，你也只会徒增忧虑。这些年叔叔一直帮我不遗余力的搜集证据，可我之前却还怨他不让我插手调查。明天江明华会举办记者发布会，轮到我们去收网了。你想要证据是吧？好。我是罗阳，当年就是江明华给了我1000万，让我杀害他的妻女的。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你们这是诽谤！我要告你们诽谤！江明华，你雇凶杀人证据充足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一切都晚了。叶小姐，哦不，江小姐，如今真相大白，可那些感染新型病毒的人该怎么办呢？是呀，据说这种病毒传染性很强，显然要控制不住了。我们私事会，我自己可以，相信我。江氏药业是我外公毕生的心血，我一定会倾尽全力研发出解药，请各位给我一些时间。不愧是叶老的孙女，这担当真令人钦佩。或许生生早就可以读到里面了，是我舒服的。生生，生生，妈妈你在哪儿？妈妈，你在哪儿？生生，生生。妈妈，我好想你啊！终于给你报仇了，生生，好好活下去，你一定要幸福。妈妈该走了，妈妈，你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，妈妈。叔叔，我又梦见妈妈了。我跟她说，我已经替她报仇了，但是妈妈消失了。你说我会不会再也见不到她了呀？我觉得老师是想让你放下，不要一直活在过去的伤痛中。可是我真的能放下吗？交给时间吧，先把当下过好，
好不？还好有你在，让我惨淡的人生有了一丝暖光。先生，有人向江家报信，江梦飞和沈时温现在下落不明。虽然当年的主谋是江明华，但这母女俩也绝非善茬。我担心他们会威胁到生生，也叮咛他们。是。是你，都是你害的！我儿子现在人不人鬼不鬼，都是因为你！干嘛呢？新闻发布会你们没看吗？错的人是江明华，不是生生，你们找错人了。阿姨，你先听我说。江明华害得我们和金日申死两隔，你是他的女儿，你就要偿命！你哪有脸面穿这件衣服啊？根本不配当医生。我儿子要是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你们大企业居然研制出毒药，草菅人命！你有什么脸站在这儿啊？你有什么脸？我一定尽全力想办法救人，但你每在这里耽误我1分钟，你儿子就多1分危险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就凭我还有一个名字叫云苏，我一定会研制出解药，还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。想不到神医云苏竟然在我们医院实习，资料和实验室我们都准备好了，请你跟我来。哎，想不到有着医学界最高学术成就的神医云苏这么低调。孟学长怎么来了？院长让我过来协助你，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就尽管说。好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成功了，解药研制成功了。真的？那我现在就去告诉院长。学妹，你没事吧？学妹。我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莫名感到不安呢？先生，沈小姐出事了。还好学妹提前研制出了最新解药，要不然像这种血液感染病毒的情况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生生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？还不确定，我们需要再等等看。生生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怎么才来呀？生生这时，难道他也喜欢我？生生，你别怕，我一直都在。把手给我拿开！您是？孟学长。你是谁啊？我是她男朋友。什么？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？是我联系的司先生，他是生生的小叔叔。司先生您好，我叫孟启年。滚出去！司先生，哪怕您是生生的叔叔，也没有必要这样子吧？那个学长，要不咱们还是先出去吧，毕竟司先生是生生的叔叔，他肯定比咱们更担心生生。生生，生生，孟学长。
我是她男朋友。叔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不是还和学长在……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不是在实验室研发解药来着吗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是在做梦吗？醒了，怎么样？感觉好些了吗？头还是有点晕，不过我不是在实验室研发解药吗？怎么会突然晕倒？生生竟然全部记得了，要告诉他我吻了他吗？叔叔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你研究解药的时候感染了病毒，所以一直昏迷不醒的。那幸好是把解药研发成功之后才晕倒的，要不然怕是再也见不到叔叔了。想不到我的生生必然是神医云苏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该向叔叔坦白吗？叔叔，其实我……生生，你可算是醒了，可担心死我了。放心了，我已经没事了。这次呀，多亏你研发的解药，目前呢，病毒已经得到了控制，而且啊，大部分中毒的患者已经陆续出院了。那太好了。这一次呀，你算是立了大功一件，医院决定啊，破例让你提前转正了。是他。谢谢，谢谢你救了我儿子，我为我之前的鲁莽行为向你道歉。不用向我道谢的，这本来也是我作为医生应该做的。我是真没想到我儿子还能重返学校，你是个大善人，你一定会好人有好报的。我答应过妈妈和叔叔，我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。我想，我做到了。生生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谢谢学长关心，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学长怎么突然叫得这么亲密？以前不都是喊我学妹吗？谁让你来的？司先生，我虽然不知道您为什么一直对我抱有敌意，但是我不想跟您闹得太僵，因为您毕竟是生生的长辈，我想我会用实际行动向您证明。是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来证明。等一下，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生生，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些唐突，但是这些话确实埋在心里很久了。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特别的喜欢你。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你说完了吗？司先生，虽然您是他的叔叔，但是恐怕你也无权干涉他的恋爱自由吧。况且我和生生之间互相喜欢，你要硬把我们之间拆散吗？
有何不可的？等一下，我打断一下，让我先说。我一会儿再跟你算账。司先生，生生已经年满20岁，他有结婚恋爱的自由，您恐怕无权剥夺。孟学长，我不喜欢你。生生，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不清醒的时候说了什么让你误会的话，或者做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举动，但是我确实没有喜欢过你。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生生，你可能现在不喜欢我，但是我相信我会让你喜欢上我。我想从今天开始正式追求你。对不起啊，学长，我不能接受你的追求，因为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我不能接受你的追求，因为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是我唐突了。生生，哦不，叶学妹，那我就祝你跟你喜欢的人永远幸福。我就先走了，先走了。所以，叔叔刚才是在为我吃醋吗？叔叔，我喜欢的人是你，一直都是你。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喜欢你，我知道你也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明白你的顾虑，但要是妈妈还在的话，我想她会祝福我们的。Every breath, every word, hold on tight, a lonely struggle. 언제나 옆에 있어요. 10岁的我遇到了20岁的你，20岁的我想和30岁的你永远在一起。 알죠 깊이 머물러요 나에게 欢迎夫人回家。周爷，你们夫人，您住院期间，我们重新布置了您的房间，有什么需要尽管提。是你让他们改口的？有点太奇怪了吧？要不还是改回来？奇怪吗？我怎么觉得比生生小姐听起来顺耳一点啊？你觉得呢，四子Shining you 별빛 같아 바라보면 따라가면 先生，关于那个女人，我们找到了最新线索。当初闯入您房间的女人，应该就是调查江明华组织的头目。之前我们一直被错误的信息线索误导，以为她已经出国，但经过我们调查，她还在国内，并且就在深城。为什么我感觉和生生有点像？真的只是巧合吗？那你要是找到那个女人了，会把她留在身边吗？留在身边。我要找到她，我把她解决掉。假如那个人是我呢？你什么时候纹的身啊？好像是个梅花。什么梅花？没有啊。能在我们私家来无影去无踪，并且在调查江明华的人，恐怕只有他了。先生的意思是，那个女人是生生小姐？得想个办法让她承认。先生特意嘱咐我做一些滋补的药膳汤，给夫人补补气血。夫人，快来尝尝。
我来吧。谢谢叔叔。钟爷，你的手艺越来越厉害了。谢谢。叔叔，你快尝尝。送。我先去接个电话，叔叔你先吃啊。喂，老大，司先生好像在全力追查那晚的人，已经查到我们头上了。什么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？我看你们已经在一起了，不如直接摊牌算了。确实，当初隐瞒是害怕叔叔知道后会赶我走，如今我们在一起了，我是不是该向他坦白？钟姨，叔叔他人呢？先生说他有点不舒服，回房间休息了，让夫人先吃。叔叔，还好吗？叔叔，怎么这一幕这么似曾相识？难道……叔叔果然又发病了，也不是第一次救你了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什么叫也不是第一次了？你居然骗我！不骗你，怎么能知道那天晚上的人是你呢？我……叔叔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晚上特别热？是有点儿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 나는 내가 되고 별은 영원히 빛나고 잠들지 않는 꿈을 꾸고 있어 바보 같은 나는 내가 될 수 없던 걸 눈을 뜰 거야 그걸 알게 되죠 肉苁蓉，苦丝子，五谷子。先生和夫人应该不会怪我私自加料吧？有了这汤，司家马上就有小继承人了。哎呀，也不枉老夫人生前对我的嘱托。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吗？叔叔，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，让江氏改回叶氏。我觉得这也是妈妈和外公希望看到的。好，但是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，不要什么事情自己。知道了，你先回吧，我看着你走。 好久不见呀，我的好侄女儿。哟，二叔，我竟不知道这江氏药业何时轮到你做主。10年不见，他倒是和当年那个懦弱胆小的江生生判若两人了。就算是轮不到我做主，至少
也轮不到你一个姓叶的人来做主吧？是吗？可今天这门我还非进不可。喂，小莲，带人过来，把姜氏药业围住。老大，这些人都是精挑细选的店家，你尽管。叶生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眼睛要是没有用的话，可以捐了。没人教过你，不能用手指人吗？疯子，简直都是疯子！叶生生，你就算进去了又能怎么样？你依然拿不到江氏的掌控权。再说我就再删，删到你说不了话为止。叶礼安的四女果然不一样。各位叔伯们，好久不见呢。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们江氏集团的董事会，不是叶氏啊。就是，虽然你是董事长的女儿，但你一没股份，二又消失了10年，难不成想霸占江氏不成？不知好歹的丫头，我看还是滚出江氏为好。说完了吗？好，既然说完了，那换我说说。看来各位还不清楚现在的局势，那就由我亲自告诉你，江氏药业现在是什么情况。睁开眼睛，好好看看你们手里的数据。7年前，叶氏药业更名为江氏药业，这期间研发生产的产品不合格率竟高达70%以上。合不合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吗？我看你是躺着收钱收太久了，忘了当年叶氏是怎么起家的吧？一个偌大的药企，为谋利谋财害命，背德初衷，置几10年清誉于脑后不顾，这就是你们在座各位董事的经营理念。这跟我们可没关系，我们这都是听董事长的。叶生生，你在这么多长辈面前这样说话，是你一个小辈该有的态度吗？对，这么大一口锅，我们可不背。还真是会能言善辩，一个大学都没毕业的黄毛丫头，怎么会懂得运转一个企业？二叔，脸不疼了？别以为你请了人就可以为所欲为，你今天就是把我们在场的人都打一顿，你也登不上那个位子。我本来不喜欢暴力手段的，对人不同嘛。如果不是老大，在座的所有人都要去吃牢饭。江氏药业弄出来的新型病毒，大家是都忘了吗？在座各位不乏有陪我外公打拼到现在的，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江明华把企业糟蹋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他给了你们多少回扣，才让你们这么没良心？现在新型病毒的解药在我手里，不少受害者家属已经闹上了法庭。若想平安无事，还是把手中的股权交给我。这个新型病毒要是不解决，这个位置就是个烫手的山芋了。是啊，这个叶生生怎么这么厉害，居然真的能研究出解药？没有解药，我们就是坐一辈子牢，那都算轻的呀。难道因为这个，咱们就任由这个黄毛丫头来拿捏我们吗？我只给各位5分钟时间考虑，是要股权，还是要下半生的自由？温馨提示一下，在座每一位所做过的灰色交易，我手上都有完整的证据链，保证各位一辈子牢饭管够。先生，我们也不是有意为来，我们身后也有一家老小，总得要多考虑点。你是叶老唯一的继承人，也是董事长的女儿，你要插手江氏的事情。好，我们同意。我们也同意，同意。
这又是在闹哪一出？这又是在闹哪一出？深深，念在你念大学还没有毕业，身份比较特殊，这有一份文件需要你签署一下。老狐狸，果然是有备而来。叶叔、罗叔，你们都是公司的老人，我外公待你们不薄吧？你们当真打得好算盘？您还年轻，我们也都是为了你考虑呀。是啊，深深，你也算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我们怎么……别把我当傻子行吗？让我当一个没有实权的傀儡，帮忙经营公司，还有年底分成，连吃带拿，怎么这么不客气啊？都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，要点脸成。老大，好吧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若想平安无事，乖乖交出手里的股权。一个不相关的人，在我江氏药业真是好大的威风。是董事长夫人和大小姐来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我看这叶生生还怎么猖狂。托你的福，送我江氏一份大礼，现在该还给你。叶生生，我说过会让你付出代价，你竟然完全不顾父女情面，把爸爸送进监狱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江梦飞，就属你脑子最蠢，跟你说话我都嫌说不清楚。叶生生，这是江明华的股权转让书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持有江氏集团51%的股份，有绝对的话语权。自然啊，您是董事长夫人，我们不会有异议的。对，我们也没有异议。我也没有异议。我要的是在座各位手里的股权，又不是他的。再提醒一下大家我说过的话，5分钟一到，我手一滑，不小心把消息散播出去，后果可要各位自己承担了。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就签字吧。钱会在3天之后打到你们账户上，只是比市场价低了那么一点儿。你这哪是差一点儿？你这是要我们贱卖。罗叔，我已经很仁慈的给你留养老钱了，要是还有问题，我只能先1分钱不给，等各位身败名裂，再来求卖也不迟。等各位身败名裂，再来求卖也不迟。小林，收一下文件吧。既然各位已经不是江氏药业的董事了，那就离开吧。叶生生，董事们是江氏药业的根基，哪个企业敢参赛董事会？你真当自己一个人可以抵得过所有人吗？他们全部加起来，确实不如我。叶生生，你未免太自大了！各位叔叔伯伯，别听他的，全部留下来。江大小姐可真大方，这51%的股权都要分给大家，大家还不快感谢江大小姐？江大小姐，你对我们可真是太好了。那你能给我多少？5%？我要的不多，3%能养老就行。咱现在就签合同。蠢货，滚一边去！没有，你在这装什么好人呀？我都替你害臊。唉，算了，走吧。人家叶生生给的可是真金白银呀，能养老就行了。哼，
江氏这个烂摊子，你们自己处理吧。哎，各位董事，各位董事，叶生生，你让公司如何运转？别忘了，这也是你外公的心血。不劳您费心，小林，咱们走。妈，叶生生这是整哪一出啊？不管闹的是哪一出，绝对要把公司握在手中。别忘了，股权是怎么来的。是。叔叔，事情都解决了。都解决完了。哎，看来以后生生都不需要我了。怎么会呢？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叔叔帮忙。什么事？亲亲我。叔叔，脚磨破了，没感觉啊？怎么感觉和叔叔谈恋爱了，和以前也没什么区别？想什么呢？在想，叔叔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以前对你不好啊？当然有不好的时候，比如关禁闭的时候就对我不好。好，以后再也不关了。那你给我道歉，就说对不起。好，我道歉，对不起。光口头道歉太没诚意了，我还要叔叔。叔叔，没事的，都是小伤，我随便抹点药就好了。以后去公司都要穿高跟鞋吗？我本来就年纪小，怕不穿正装镇不住他。不过你别担心啊，今天公司那些蛀虫都被我赶跑了。我们生生可真厉害。不过这高跟鞋就不用穿了，以后再要有人找你麻烦，你就报我的名字。笑什么？叔叔，你刚才这话就像是在讲，在学校受欺负了，就报高年级学长的名字，我好幼稚。怎么了？不喜欢？喜欢啊，非常喜欢。生生，其实江氏的事情不能解决，你要相信我的话，交给我。我当然相信你的能力，但我要夺回公司，还要学会经营管理，这都是我必须要自己走的路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我来的不是时候啊？那我走。我来给生生看看脚踝。好。先生，我要是再晚来一点，生生小姐的伤就完全愈合了。都说了，不用小题大做的。那我是不是应该夸你医术精湛呢？小心点啊！好了，先生，生生小姐伤实在是太严重了，得在家好好养着。不错，专业。不错，专业。谢谢先生夸奖，
盛小姐，先生对你啊简直太关心了。你看，就破了点皮儿，在先生眼里那是天大的事儿啊！这就是爱情酸臭味儿。你还不走？啊，我还有事想请教盛小姐。请教谈不上，林医生您讲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盛小姐，你研发的解药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其中有一味药，我怎么分解都分解不出来，你能告诉我吗？没问题啊，那我待会儿把研发过程明细发给您。别，这都是你辛苦研发的成果，我不能林医白要。生，这次新型病毒本就不该出现，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联手，让它彻底的生成消失。谢谢你，我替所有的人谢谢你。我的女儿长大了。生生，真的要走吗？医院都要破例为你升职了。是啊，已经决定了，接下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好吧，那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你是神医云苏的事情啊，医院高层已经替你瞒下来了。想必以后呢，不会有人过多打扰你的生活的。喂，老大，不好了！沈世云借着你神医元素的名义，开始给江氏药业大肆招商了。他居然想借我上位，绝对不可能！我现在就去江氏。生生，加油！生生，上车。叔叔，我现在要去江氏。先上车。叔叔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你在医学方面确实有天赋，但是经商方面还欠缺一些考虑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太心急了。但我一想到沈世云利用我的名义招商，我就觉得恶心。你别着急，我先带你去个地方。那公司的事情就不管了？管，但不是现在。他们自作聪明捞钱，只会是自取烦。啊，是司先生，他今天居然带了一个女人。是传说中司先生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吧？神秘了这么久，今天总算是见到真人了。是。叔叔带我来这儿，到底是想干什么？生生，我去接个电话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是司先生什么人？我不认识你吧？没有告诉你的义务。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是沈氏集团的千金沈西之。我爸爸一直和司先生有生意上的往来，我们两家算是熟识。然后呢？我听你叫司先生叔叔，那他的喜好你应该都清楚吧？能不能告诉我？我不清楚。你放心，我没有恶意的。我暗恋司先生很久了，你希不希望我做你的婶婶？我叔叔他不近女色，只喜欢男人。好心好意的问你，你居然在这里胡说八道，污蔑司先生侵欲！怎么忽然就吵起来了？沈大小姐看起来很生气啊。沈家和司家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了，这下也好戏看了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赶紧走。好，很好。
不要以为你是司先生的小公主，我就不敢动你。随时恭候。沈小姐，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，她哪是什么小公主，她是司先生的情人。情人？不过能让司先生带她来酒会，也算是他命好了。谁说不是啊？喂，你居然敢骗我！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情人，别敢这么嚣张！谁说他是我情人？博涵，好久不见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叶生生是我的女朋友，也是未来的司夫人。司先生，他看起来年纪很小，你们怎么可能是情侣呢？我们什么关系不用你操心。我劝你收起你的小心思，不要妄想我的男朋友。吃醋的生生，我们有些可爱。司先生，你既然都能接受他，那为什么不考虑考虑我呢？我可是沈氏集团的千金啊！我对除生生以外的女人不感兴趣。当面被拒绝，这脸可丢大了呀！是啊。等我一下，江夫人，江氏经历这么多劫难，还能起死回生，真是让人佩服啊！叔叔说这话是要干什么？听说研制出病毒解药的神医云苏就在江氏，有了这尊大佛，你还愁没生意吗？司伯涵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？不过，心怀不轨的人终将受到惩罚。妈，我们这么做不好吧？期望劣质产品会对江氏药业造成大麻烦。有什么不好？我们是商人，不是医者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有钱赚就行了。到时候让叶生生背这个锅，我们拿钱就好。身为药企，你们居然敢擅自更换劣质产品，你们难道不知道这样会吃死人的吗？源于江明华入狱，江氏又有了神医云苏加入，已经洗心革面，没想到还这么黑心肝，真是为了赚钱什么都不顾了！我呸！偌大的企业居然谋财害命！不是这样的。沈女士，你和江小姐涉嫌制造假药，扰乱市场，证据充足，跟我走吧。江氏药业董事长江明华因涉嫌制造假药、买凶杀人判处死刑；沈淑云、江梦飞涉嫌故意伤害罪、制造假药扰乱市场罪，判处无期徒刑。妈，我来看你了。你本来应该很幸福的过这一生的，但是，算了，不讲那些不开心的。妈妈，我好想你啊！你跟外公大仇得报，我也夺回了叶氏。妈，你放心，你家生生已经长大了。叶老师，当年谢谢您的栽培，如今生生过得很好，我会护他、爱他、照顾他一辈子的。叔叔，你别走。我不走。嗯。
别怕， He deals the cards as a meditation. 跟我走吧。 And those he plays never suspect. He doesn't play for the money he wins. He doesn't play for respect. That'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. 爸爸，别说，这个冰淇淋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儿子，爸爸在生你之前也不知道这冰淇淋这么好吃呢。爸爸，我们每天在这悄悄吃冰淇淋，会不会被妈妈发现呀？只要我们吃的足够快，就不会被发现。那假如被他发现了，会不会把锅推卸给我吧？当然不会了，爸爸永远跟余生站在同一战线。好父子啊！讲义气。余生，别吃了，听到没有？别吃了。思雨上。完蛋了，爸爸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数到3，然后一起比。好。好啊，你们还敢跑？给我停下！哦，妈妈追不着！妈妈追不着！其实人跟人只要见过一面，就会知道他是你的往后余生。莎莎，莎莎，妈妈的学生来了，快过来打个招呼。小生生，你好，我是你妈妈的学生司博涵。妈妈，我长大以后可以嫁给你的学生吗？可以啊，只要是生生真心喜欢的，妈妈都支持。He deals the cards as a meditation. And those he plays 从 never 此，往 suspect. 后余生的你不再孤单，即使经历痛苦， He doesn't 他 play 依然会坚 for 定 the 地向着 money 你 he 目光而看。 wins. He doesn't play for respect. 跟我 Know 走吧。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.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. I know that diamonds mean money for this art, but that'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. That'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.